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地狱，我是 Nico。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你们的守护灵是什么风格的？它有着怎样的特质和形态？又会对你们产生怎样的影响？你们的守护灵想要给到你们的指引是什么？那在我们面前呢，有3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3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首先我们抽到的这个权杖6啊，你们自身的这种守护灵的特质啊，它是非常非常骄傲的，而这种骄傲是被隐藏起来的，就是你们内在的这种守护灵，它有着很多的棱角，不会被轻易的磨平，所以说会让你们整个人看起来很有个性啊，特立独行的感觉。走在人群当中，你们能够一眼就被看出，就能够被认出，它体现的是一种你们内在的胜负欲。或者说你们内在是有着一种完美主义的啊，你们内在的这种守护灵的骄傲啊，能够让你们不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时刻坚守自己的底线。无论是你们的学业、事业还是爱情上面，你们都是有着极高的标准、要求和期待的。所以说，你们的守护灵，它会让你们成为一种不会轻易的去退而求其次，不会屈服，很倔强，可能认定了一条道路就会一条道走到黑。所以说，我觉得你们内在的这种守护灵，它呈现出来的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力量感，很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你们自身的这种守护灵的骄傲啊，能够让你们拒绝很多廉价的速成的快感和诱惑。每当你们想要走捷径的时候，你们内在的守护灵就会跳出来阻止你们这样做。如果你们还是一意孤行的话，你们可能就会因为自己想要走捷径的这种想法而受到惩罚。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欲速则不达。而第二张牌呢是 Knight of Cups 啊，圣杯骑士啊，你们内在的守护灵还有一种非常温柔的特质啊，这种温柔呢，它其实有一点像是因为你们内心当中的这种骄傲和强大而生发出的一种体恤式的温柔。你们其实是属于那种内刚外柔的类型，你们的守护灵它是这样的一种形态吧，就是你们和别人相处起来会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就是因为你们的守护灵，它可能会在你们的潜意识当中暗示你们要以一种非常温柔的方式去和这个世界互动。但是如果说这让别人认为你们是一个软柿子啊，可以随意的欺负和拿捏，那他们就错了。其实你们是非常强硬的，因为你们的本质啊，你们守护灵的本质就是这张权杖6。是非常倔强的，特别有主见和独立思考能力的这么一个人。你们是属于那种吃软不吃硬的类型。而我们抽到的这张巨蟹座啊，其实就是你们自身的这种守护灵的特质啊，有非常强烈的同理心和共情能力。有的时候你们会因为这样的一种同理心和共情能力，而让自己身上有过重的责任感，把什么事情都揽到自己的身上，过度的去吸收你们身边的那种情绪和能量，会让你们自身有一点承压过重的感觉。而且你们能够非常敏锐的感知到啊，你们身边人的这种情绪波动，你们内在的这种守护灵其实是非常敏感的一种存在啊。这种敏感它就是一把双刃剑啊，会让你们本身拥有一个非常细腻且丰富的内心世界，能够让你们看到一些别人所看不到的东西啊，觉察到一些别人所觉察不到的东西。但是有的时候你们自身的敏感啊，又会让你们非常容易去感知到别人的痛苦，常常会因为别人的痛苦而感同身受啊。所以说你们的这个守护灵呢，因为它有这种巨蟹的特质啊，所以说它有着一种深不见底的释放情绪的渴求，渴望被认同、被理解，渴望表达感情，也习惯性的抑制自发的感情。所以说你们自身的这种守护灵啊，它是有着极强的同理心的，可以轻而易举的感知到身边人的快乐和痛苦啊，它会让你们具备这种天赋和能力啊。所以说你们总是会更加照顾身边人的情绪和感受吧。有的时候呢，你们可能大部分时间都在迎合别人吧，却忘了迎合你们自己的心。所以说我们抽到的这张圣杯5啊，就是你们的这个守护灵呢，它其实是有一点那种忧郁的内敛的感觉，但是非常的坚韧啊。这个守护灵它是有一点那种既浪漫又悲观的感觉，或者说存在。当你们陷入到这种非常消极的情绪当中的时候呢，你们的这个守护灵又会提醒你们啊，让你们看到
啊，你们的生活当中还是有一些很美好的东西存在的，哪怕只是有一束光照进来，你们也会认真的去对待它。所以说，如果去形容你们的这个守护灵的形态的话，它有一点像是那种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就是你们的守护灵能够逆周期的去调节你们的心态，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它是富于变化的。就是你们整个人过分乐观的时候，你们的守护灵就会提醒你们，对那些太容易得到的快感、太容易得到的这种馈赠啊，保持警惕。而当你们整个人陷入到一种极度悲观的状态的时候，你们的守护灵又会让你们振作起来，在逆境当中崛起。所以说这个守护灵它有一点像是你们自身灵魂的一种对立面啊，有的时候可能总是会和你们唱反调。但是呢，这张 High Priestess 啊，这个教皇就是你们的守护灵，它还有着一种非常严肃且传统的能量。每当你们想要偷懒走捷径的时候，你们的这个守护灵它就会跳出来，它好像就是在心理学当中的那个超我一般的存在，它会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来让你们去做那些难而正确的事情，踏踏实实按部就班的去把你们手上的事情全力以赴的做好。当你们做了一些违背自己本心的事情的时候，它就会跳出来，立刻的给到你们一些教训。它更像是你们内心当中的那个良师益友，不会总是在顺从你们，更多的是在督导你们。这是为了让你们成为更好的那个人啊！当你们整个人受了委屈，心有不甘，情绪低落的时候，他又会给到你们一种能够立刻保护你们的屏障和能量，他会一直与你们同在。而我们抽到的这张 Mercury Retrograde 啊，就是水逆啊，你们的守护灵发挥的作用啊，它其实有的时候它会刻意的给到你们一种阻力，就是你们的这个守护灵，因为这种阻力反而能够促进你们自身的成长。因为我们会发现啊，就人生就好像是我们在往前走的过程当中啊，在走上坡路的时候，其实是会遇到很多的阻力的。所以说这种阻力其实就是在提醒你们，你们的人生是在走上坡路的，反而能够激发出你们内在的这样的一种潜力，能够激发出你们内在的这种胜负欲啊，不服输的性格，加速你们自身的成长。而我们抽到的这张 Second House Oni 啊，就是你们的这个守护灵，它同样也是那种有一点保守的，有一点占有欲的，注重积累啊，脚踏实地的能量，非常坚韧，有一种埋头苦干的精神内核存在。所以说你们的这个守护灵它还有一点土象特质啊，就是很害怕失去，想要不断的去拥有一些东西来给到自己安全感，很讨厌那种被剥夺的感觉，可能不喜欢太引人注意，更想要安安静静的打磨自己啊。所以说你们的这个守护灵它是有一种内敛的倾向的，而且呢，你们的这个守护灵呢，它会让你们脚踏实地的去关注那些更具体的人和事，去爱具体的人，做具体的事。它会尝试着倾向着，它会有一种倾向性啊，鼓励你们去和这个世界建立更多的连接。所以我觉得你们的这个内在的守护灵里边啊，有一种非常渴望拥有的特质，尤其是物质层面的一些东西啊，并不是说它不注重精神层面的建设，而是说这种物质层面的东西啊，能够让你们自身的守护灵没有那么躁动。你们内在的守护灵其实有的时候呢，不仅仅是你们在，就是不仅这个守护灵它有的时候不完全是在守护你们，有的时候你们也会守护你们的守护灵。因为你们的守护灵的内在，或者说你们的内心当中是有一点缺乏安全感的，时常需要一些东西，比如说外部的这种物质啊、金钱啊，或者说这种爱来填补你们自身的这种安全感。所以说可能也是你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你们的人生啊、原生家庭啊，会有一些遗憾和缺陷，或者说在你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因为感情曾经遭受过一些创伤啊，所以说你们的这个灵魂啊，你们的守护灵会用一种很极端的方式去补偿曾经的另一个自己啊，在另一个极端里边走得太远，是因为你们自身内在的这个守护灵的敏感啊，可能你们有的时候会用一种负疚感来惩罚自己吧，失败啊。对于这种得失啊，看得非常的重啊，很在乎竞争啊，我觉得本质上也是来自于你们的这个守护灵啊，它让你们的这个内在有一点缺乏安全感吧，总是想要通过拥有更多的东西来证明自己。因为我们还抽到了这张 Transformation 啊，它是有一种就是天蝎它带来的是一种变化，
就是说你们内在的这个守护灵的形态，它也不是唯一的，它会随着你们自身的成长，它的形态也是不断的在发生改变的，不断的赋予你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新的看法和思考啊，新的价值观。而且你们的这个守护灵，它虽然说喜欢安稳，但是他又不喜欢那种一成不变的生活，所以说他会不断的要求你们去做出一些改变，不断的突破自我，不断的用一种新的方式去生活，去改变自己。你们每隔一段时间，你们的审美啊，对外呈现出来的风格、价值观和想法都会发生改变，就是因为你们的风格是非常复杂多样的，而自身又是不可以被定义的，不可被定义，这就是你们的守护灵给你们打上的标签。所以你们不需要太过于纠结自己的风格可能总是在变化，因为风格多变就是你们的风格本身。你们要让自己总是处在一种很饱满的活跃的心态当中啊，你们的守护灵也能够让你们在逆境当中崛起啊，在困境当中绝处逢生，它有这样的一种能力，因为它是在不断的变化着它自身的形态的。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那么第二组牌我们抽到的这张圣杯二呢，首先啊，你们的守护灵就是你们的另一个自我，它就像你们的一面镜子一样，它是你们内在的另一个自我，它继承了你们的优点，同样也有你们的缺点，它好像看起来和你们一样，但是本质上又不太一样，因为它同样也是你们的一个对立面啊，就是既能够警醒你们，又能够鼓励你们，能够在一些极端的环境当中，你们心怀恐惧，但是仍然能够勇往直前，就是因为这个你们内在的这样的一个守护灵给到你们的这种勇气啊。所以我觉得你们在和这个守护灵建立连接的过程当中啊，其实你们是能够看到一个更好的自己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你们的守护灵是你们灵魂当中的一个榜样或者说标杆，你们能够通过这个守护灵，因为它是一面镜子，你们通过这个守护灵看到那个你们内心当中的幽暗的深邃的另一部分自我，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醒你们对于这个世界，对于你们自己保持一种敬畏的心态。而我们抽到的这张太阳牌呢，我觉得你们内在的这个守护灵呢，它的本质应该是乐观的，积极向上的。因为你们灵魂当中啊，就是你们的守护灵，它扮演的是一个像太阳一样的角色，能够让你们活在阳光下，活在坦荡真诚和不羞愧里边。就是你们的守护灵可能会因为这张太阳牌啊，它还会显得有一点幼稚，就是会鼓励你们去做一些在别人看来没有意义的浪费时间的很幼稚的小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能够得到很多的快乐。就是说在别人看来你们是在浪费时间，但是呢实际上被你们所浪费的那些时间，如果你们能够真正的去在这个过程当中乐在其中啊，那个时间才是真正属于你们自己的时间。所以说这个守护灵呢，我觉得你们的守护灵它其实不会逼着你们去长大，反而还会鼓励你们回到小时候，回到你们一开始生命的那种最原始的最简单的状态里边。所以对你们的守护灵来说，真正的成熟它不是走向复杂，而是重新抵达天真啊，就像牌面当中的这个小孩子一样，无论经历了什么，你们的内心深处啊，这个守护灵带给你们的永远是一种天真，一种乐观，一种积极向上的能量。它也带来的是一种能够看清生活，但是依然能够热爱生活的这种英雄主义。所以我觉得这个权杖骑士啊，就是你们内在的这个守护灵啊，它还会有的时候它会有一点点鲁莽，有一点点冲动啊，但是又很勇敢的这种火象特质的这种灵魂，就是它能够给你们提供一种对于生活的热情和向往，它所携带的憧憬和期待。所以说你们的这个守护灵它确实有获取快乐的能力，它获取快乐的能力是要更强一点的。所以说我觉得你们自身的这种守护灵的特质啊，能够让你们在一个有一点悲观甚至是有一点压抑的环境当中啊，去发现那些躲在角落当中的琐碎的美好。所以说这种火象的灵魂啊，它让你们自身具备一种领导能力，或者说你们的守护灵就是你们内在灵魂的一种指引，它会让你们成为一个 leadership 啊，
一个领导者。这种领导者他是你们可能自身会发现自身的这样的一种内在的灵魂啊，他有一种表演欲，是一个舞台表演者，精力充沛，上进心十足，喜欢学习新的东西，会让你们像海绵一样不断的吸收学习创造能力是超强的所以说你们的守护灵，它的内在有一种生命意志会驱动着你们，鞭策着你们，最终会让你们爆裂开来。它是一种内在的意志的种子，会不断的生根发芽，生长开花，最终完整的绽放你们自己。所以说你们内在的守护灵，它会带给你们一种天然的冲动，让你们特别乐于去分享吧交朋友，建立连接。这种内在生发出来的自然而然的凝聚力，会让你们身边的人都会向你们靠近，因为你们自身守护灵的这种火象特质让你们在聚集人脉和资源的过程当中，可能你们也没有意识到有的时候你们是会被消耗的，被人际关系所消耗和索取，有一点像是那种燃烧了自己然后照亮了身边人的那种感觉。但是这个火象特质的守护灵呢，有的时候也会让你们3分钟热度做一件事情可能一开始是最有热情的，但是你们的这种热情有的时候也会衰退的非常的快你们会构建一个非常有活力的朋友圈，但是呢，因为你们想做的事情太多，这会导致你们在一些真正重要的事情上不够专注所以说我觉得你们的这个守护灵，它是那种特点非常鲜明的，就属于那种大开大合的、开放的、接纳的、包容的这种感觉因为你们自身的这种守护灵的特质，会让你们给身边的人给到他们的这种感觉是非常真诚的，会非常容易让身边的人去信任你们。而且呢，这张宝剑3就是你们的这个守护灵，在和你们一起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你们自身是遭遇过一些创伤的，它来自于外部环境的变化，亲人的离开这会让你们的这个守护灵变得愈发的坚韧，而且呢，最终能够克服这种创伤，超越这种创伤带给你们的痛苦，实现一种最终的成长。所以说我觉得从这张牌来定义你们的守护灵的话，它应该是一个受伤的治愈者，就是你们内在的守护灵的形态能够让你们自身的这种经历得到沉淀，最终实现一种自我就是超越这种伤痛，实现一种自我超越。你们守护灵所经历的这些伤痛它会成为你们自身的一种智慧、灵感和治愈力量的源泉你们在转化的过程当中会超越它，并且被引导着走向一条能够疗愈自我，甚至是疗愈他人的旅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prosperity 它得到的是一种富足显化的是一种富足因为你们自身的守护灵的特质，它会让你们的命运的剧本当中会更容易得到身边人的爱，得到更多的礼物命运的馈赠和美好。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也会承受一些别人无法承受的痛苦因为对于你们来说，其实对于任何人来说，美好和痛苦它永远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谁都无法把这两者分开，所以说你们只能够一同去接纳它。你们所经历的事情你们的人生的密度它都是正常人的好几倍而且呢，这张 Goddess就是说这组牌我们还抽到了这张女神牌，就是你们守护灵后期所进化出来的一种形态，它还会有一种女神的能量。这种女神的能量就会让你们的性格就是你们的异性缘特别好，会有很多的异性被你们自身的这样的一种女神的能量所气质所吸引。但是有的时候你们又会给别人一种难以近身的感觉，很耀眼，或者说你们自身的条件气质内在的涵养，在你们看来可能是稀松平常的东西，但是你们拥有的这种东西你们守护灵给到你们的这种特质，会让你们成为一个被别人所仰望般的存在。所以说这组牌的守护灵，它的气质是很特别的，有一种雌雄同体的感觉它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就是它既有非常强烈的这种阳光的积极的热情的一面，但是又有这种女神牌所带来的阴柔的一面，它是一种阴与阳的协调和平衡。如果说去形容你们守护灵的这种风格的话，应该是属于那种你们是拥有那种心有猛虎细嗅蔷薇般的温柔的存在。而这张 patience 耐心就是你们的这个守护灵它
他的风格是属于那种踏踏实实做事，非常耐得住性子，非常有耐心，适合做研究，适合在一个领域当中深耕，步步为营的感觉。对于一件事情，一个人异常的有耐心，百折不挠。因为你们的守护灵坚信啊，这也是他想要告诉你们的，就是时间会淘汰那些不坚定的东西。只要你们的信仰很深啊，时间就会变得很浅。只要你们能够耐得住寂寞，去打磨自己，相信时间的力量的时候，没有什么事情是你们无法完成的。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首先呢，我们抽到的这张魔术师啊，就是说你们的这个守护灵呢，你们内在的这种守护灵，它是有着一种超强的专注力的。往往你们想要得到什么，只要你们全力以赴，你们都能够得到。因为你们专注什么，你们的守护灵就会为你们显化什么。而守护灵想要给到你们的这个指引啊，因为这个魔术师呢，他是很纯粹的，非常简单的，就是说你们要用最简单的最纯粹的心态去做那些最难的事情。你们越专注的时候，你们自身的能量也就越强大。要珍惜你们的这种专注啊，因为它是一种非常有限的资源，它甚至是一种资产，不可再生啊！去珍惜你们的专注力，不要滥用它，找准一个方向去深耕。你们的守护灵会在你们的背后提供强大的支持。所以说，我觉得你们如果说抽到这个魔术师的话，说明你们的这个守护灵它是有着一种非常强大的能力的。这种能力就是只要你们足够渴望，你们就能够得到它。它就代表的是一种得偿所愿、心想事成的能力。所以说这个魔术师呢，我觉得你们的这个守护灵啊，应该是这3组牌里边格局最大的。就是你们在小事情上面啊，在小的细节上面有一点随意，或者说不拘小节的感觉，但是在大的事情上面你们是能够处理的很好的。你们是有那种，就是你们的守护灵它是有那种遇强则强的特质的。你们应该放弃的，因为你们守护灵的这种特质啊，我觉得你们应该放弃的是那种碎片化的学习方式，还有那些浅层次的社交。如果你们什么都想学，什么人都想要认识，因为你们自身本身很聪明。如果说你们一会儿去做这个，一会儿去做那个，虽然说你们很聪明，但是这会导致你们的根基不扎实。你们真正要利用你们自身的这种守护灵的特质啊，用大片的整块的时间去系统的学习。所以说你们要做的是干一行爱一行，而不是爱一行干一行，再爱一行再干一行。所以说你们的这个守护灵呢，我的感觉就是你们可能在小事情上啊不会花太多的精力啊，但是在一些大的人生考验上，你们其实是能够游刃有余的去把它处理得很好的。越是那种大的挑战和考验，你们就越能够超常发挥。而且呢，我觉得你们会经历一些坎坷啊，反复的经历。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会利用你们自身这种守护灵的特质啊，把一件非常有挑战性的事情做到极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会有新的感悟啊，非常深刻的理解。所以说我觉得你们自身的这样的一种特质啊，你们一定是要去到一个更大的舞台，更大的世界，去拥有更大的格局的，去到大城市做大的事情和大的项目啊，能够连接到很多人的这样的一种能量，这样才能够充分的释放出你们内在的这个守护灵的特质。而这张星币5呢，我觉得就是你们因为自身的这种守护灵啊，它可能会促使你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思考一些很深刻的东西，比如说人生的使命啊、意义之类的。就是说你们自身的守护灵它可能还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会有一点孤僻，像一个异类一样，让你们和身边的人或者说周围的环境显得有那么一点点格格不入。这也是为什么你们一定要去到大城市、大环境当中，这样的话你们自身的天赋和才华才能够被看到，你们自身与众不同的闪光点才能够在一个更大的环境里边得到释放，被包容，被接纳。所以说你们的守护灵它其实是那种既清醒又孤独的存在啊。这组牌呢，它给我一种就是你们会有一种刻意的把自己隐藏起来，但是你们又要去到一个更大的舞台，它是有这样的一种内在的矛盾存在的，有一点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边。因为你们的这个守护灵它是那种不喜欢吵闹的嘈杂的环境啊，所以说他可能更
希望你们在一个安静的环境里边，或者说你们一定要抽出一部分时间在一个安静的环境当中独处，通过独处能够恢复你们自己的能量。在一个混乱的环境里边，你们的守护灵就会变得非常的躁动啊。但是在一个安静的环境里边，你们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开始倾听你们的守护灵给你们的指引和内在的声音。所以说这个守护灵它其实和你们是有一种疏离感的，你们有的时候会感觉到有一种来自于心理层面的内心深处的召唤，但是它听起来可能又有一点遥远和不真实，但是总能引起你们的注意啊。这就是来自于守护灵的那个声音，它一直都在，它自然的就像呼吸一样，因为太过自然你们才会忽略它，或者说完全无法意识到它。但是只要你们能够让自己安静下来，按下头脑的那个暂停键，你们要听一听来自于心底的那个非常轻盈的自然的声音，这个时候你们就知道你们的守护灵它想让你们去做什么，你们的内心重新归于宁静，那这个时候你们的双脚就会重新踩在大地上，让你们的能量落地啊。所以说我觉得你们的这个守护灵它是非常敏感的，有一种非常明确的边界感。如果你们自身没有意识到你们守护灵的这种边界感的话，你们有的时候可能在混沌的世界里边过度的吸收，过度的付出，常常会把别人的责任揽到自己的身上，或者说把别人的情绪吸收进来，从而造成你们内在的这个守护灵强烈的情绪波动啊。所以说我觉得这组牌啊，你们的这个守护灵它其实向往的是一种安定的平和的环境，在这个环境当中呢，有你们所信任的人，你们爱的人和爱你们的人，它会组成一个类似于家庭一样的氛围环绕在你们的周围。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守护灵想要告诉你们的就是唯有爱与家庭啊是治愈一切的良药。当你们爱的人和爱你们的人在你们的身边的时候，会让你们的内心当中感到富足啊。所以说这组牌啊，你们的守护灵它是对于重复有着一种渴望，你们内在的灵魂可能会不停的对新鲜的事物，对轻盈的愉快的东西有着向往，因为那些东西看起来好像更有生命力和吸引力。但是你们静下心来真正的回望你们的内心，你们会发现啊，你们守护灵其实他真正想要的是一种内心的平和和安定，他渴望被理解、被信任、被包容，而这种东西呢，它只有你们身边的熟悉的人的陪伴的积累才能够让你们感受到啊。所以说我觉得你们内在的这种守护灵它有一种倾向，就是你们会兜兜转转一大圈之后，在你们经历了一些冒险，在你们去到了一个更大的舞台去充分的展示自己之后，你们会回到你们爱的人的身边。从你们的起点就是你们的终点，然后你们会再一次的回到原点的这种感觉啊。所以说它有一种有点像是那种长途跋涉之后的返璞归真，重新回到原点的这样的一种趋势和冲动。而我们抽到的这张圣杯七呢，你们内在的这种守护灵的特质呢，很容易会焦虑啊，很容易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这组牌一直强调你们当你们处在一个混乱的混沌的环境里边，你们的守护灵会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所以说因为你们自身的这种守护灵的特质啊，它需要你们和这个世界保持一定的疏离感，因为在和这个世界保持一定的疏离感的过程当中，你们才能够保留自己内在的真实的自我。所以说这个圣杯七呢，它就是具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还有观察力。当你们能够闲下来的时候，当你们能够给自己的生活留出一些空白的时候，这种创造力它就会滋生出来，像一把钥匙一样，能够打开你们混沌的身体，调节你们的内在，清除杂念，感受到当下平静的状态。所以说这组牌它不断的强调，你们一定要让自己的内心得到一种真正的安宁，你们的这个守护灵它才会释放出它自身的这种创造力。而这种守护灵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能够帮助你们创造出非常优秀的一些艺术作品，和这个世界产生一种共鸣。所以说这个 intention 啊，我觉得就是你们从生下来开始就是带有一种很强烈的目的和使命的，而且这个目的和使命呢，它隐藏在你们的这个守护灵的内在的特质当中。你们会在往前走的过程当中，慢慢的看清楚自己人生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而且呢，这张 adventure 啊，就是你们的人生它就是一场冒险，而你们的守护灵它会倾向于让你们去多做一些有关于
创作的、体验的、学习的那些很自由的事情，而且你们会主动的去拥抱这个世界当中的不确定性啊，也是因为你们自身的守护灵非常渴望自由，非常向往自由的这种特质啊，你们也会从事一些有灵活性的工作，能够自由的、弹性的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你们会把生活当成是一场游戏，而你们是这场游戏当中的主角。这个时候怎么去推进，怎么去主导，游戏的结局是怎样的，完全是由你们自己来主导的。所以说我觉得这种冒险啊，它其实更像是你们在不停的去追寻一种所谓的真理，你们在不停的寻找啊，你们人生的这个使命和意义，它是和这张 intention 有关的。就是你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思考很深刻的这种问题，就是关于生命的真正的意义和使命到底是什么。而这张 beloved 这张牌，就是你们是被守护灵所深爱着的。当你们的内心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声音，告诉你们自己要爱你们自己，告诉你们自己爱自己是浪漫，终身浪漫的开始的时候，那个声音其实就是来自于你们守护灵的声音。来自于这种守护灵的爱呢，它会让你们变得不再匮乏，让你们变得有自信，不是简单的信任自己，而是会找到那种面对不确定性的勇气，不再逃避，直面怀疑，在怀疑当中找到那种飞跃的动力。而这种守护灵给你们的爱呢，它会让你们整个人也变得更加的从容、优雅，没有那么患得患失，它会让你们整个人变得富足起来，心态、精神层面的一种富足。而这个 strength 呢，守护灵其实它比你们想象当中的要更加的坚韧啊。它虽然有的时候会把自己隐藏起来，但是它一定会在关键的时刻跳出来，给到你们力量，给到你们这种内在的力量，给到你们这种信心和勇气，去帮助你们跨越人生一道又一道那些障碍啊，去完成一种自我超越，去帮助你们去实现你们自己。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